我的加油站来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好可爱的动物医生哦！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来专门修读 zoology， 就是动物行为学的这位博士邱义俊博士，是以及自闭症动物辅助治疗的专家，欢迎他来到现场，跟我们解释到底动物怎么样当医生。是邱博士好，你好，你好。是好，那邱博士，我们先说一说，通常我们说养宠物嘛，都是让我们可能在闲暇的时候有一个伴，一个陪伴，一起玩啊，还是怎么样的？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动物可以治百病，我们真的非常的好奇了。那如果说动物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它是扮演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如果你讲动物在我们平常的日子的话，你可以当做是很多是帮一个伴侣吧。但是在我们的这一方面的做法的话，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利用动物的一个吸引力，然后去令到小孩子或者是病人去做我们需要他们去做的东西。所以他们不只是宠物啊、陪伴啊，它还有医疗的方式。对的，因为其实最主要人跟动物的一个互动或者是接触的时候，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个荷尔蒙叫oxytocin。所以这种荷尔蒙的话是帮助我们人去改善他们的心情或者是要做一些东西的一些推动力的一个原理。所以，比如说有哪一些动物，像我们知道狗啊，可以猫可以陪伴我们啊，还有哪一些动物可能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作用呢？对，基本上在我们的做法来讲，就狗跟猫是比较普遍的一个。那我们会根据小孩子或者病人的情况来讲，就用这不同的动物大型的马啊、驴子啊、鸵鸟羊啊。如果你是小型的话就算小鸟之类的东西，我们都会用得着的。那说起来，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利用动物来做一些服务性的，可能医疗还是什么的话，其实也蛮多的。比如说，可能是导盲犬呐，还是这是警犬呐、牧羊犬啊，这些其实都有的。是，那服务的对象呢？除了比如说可能有眼睛视觉障碍的对象之外，可能还有哪一些病人需要这一类的服务呢？当然，在 Animal Assisted Therapy 里面，我们有分两个不同的部分的，一个是一种动物是我们叫你们讲服务的，就是 service 的 animal。所以这一种来讲，他们是本身会有某一些的障碍，或者是他们可以做到某一些的不需要有辅导师在旁边的都可以做得到的，就可以独立，动物自己独立作业就对了。比如说导盲犬，导盲犬是一个。然后如果你是讲针对小孩子的话，那如果是在自闭症的这一方面的小孩来讲，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会怎样讲？没有这个没有意识对外界的时候，然后有很多时候如果是我们担心他们会出意外的话，那一个狗训练过这一方面的话，他们可以是帮助这些小孩子。他们分分钟是，如果是他们冲出去，他们会坐下来就令到小孩子不会有打出危险的一个，就是可以让他们避开一些危险性这样子。对的，是，而且这一类的动物可能它体型比较大，它的反应比较敏捷，是这样。通常都比较大。那么对儿童来说，可能特殊的情况的儿童，像自闭症的儿童，对老人家会有适当的这些治疗吗？老人家也会帮助到的。3个 category 我们用的for动物小孩、老人，还有一些是如果是车外过后行动不方便或者中风过后的病患者，我们也会用得到的。那就是这个病人要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呢？就是有像您这样的专家去训练这只动物来做到特定的动作，还是怎么样呢？动物是最主要的，但是我们也是需要专人的这个辅导师或者是哪一方面的一个医生去帮助那个病者做我们需要他们去做的一些东西。明白。所以他们这些动物其实基本上来说，一定是要接受过特定的训练。那我就非常的好奇，其实动物治疗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我们最主要想得到的4样东西是communication、social、sensory 还有这个 motor skills， 就是沟通、社交 communication、social，还有 sensory 感应
僵硬。 OK，还有一个是什么啦？跳过。我们讲肌肉。哦，肌肉的锻炼也可以。对了。那个就是我刚才讲，如果是意外过后或者中风过后，就算是小孩子，因为很多我们讲特殊的小孩，他们的肌肉的控制都比较是缺乏的。像触摸，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触摸动物，我们会觉得很温暖，我们会有那个多巴胺的产生，觉得快乐嘛，对不对？然后跟动物靠近，有时候我们聊心事也算沟通的一个部分吧，对不对？那就可以增强我们的那种互动能力吧。比如说这一方面的话，就可能是对自闭症的小孩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是，可是会不会有特定的小孩其实是不适合呢？因为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小孩看到狗会特别怕，或者看到猫会特别害怕。当然，如果有害怕动物的小孩的话，不是太适合，但是给我们足够的时间的话，我们是可以令他们克服这个问题的。如果你是讲不适合的小孩的话，可能是那种过敏的小孩之类的，对狗毛或者猫的特定毛发，对那一种的话就比较不适合用动物的一个治疗方式。那除了这样子的话，通常都是用这些毛发。如果是可能他们对这种毛发敏感的话，那就可能可以饲养乌龟，没有毛发的。所以会不会有以动物在动物这方面也有分类，说有不适合来当医生的？对，大部分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是讲根据他们的性格的话，如果有一些是比较如果是凶悍或者比较难以去控制的话，比如哪一些动物可能会这样过度活泼？我觉得如果是对啊，过度活泼，可能 too active 的，你要去训练那一只动物都很难。那怎么样它可以起到那个治疗的作用？可能这个就会比较难了，对吗？就是要针对回那个病人本身的情况。OK。如果是一个小孩是不喜欢被接近的话，那我们开始用的话，可能不适合用狗，因为狗本身会比较热情。那我们可以转一个方式，可能是用一只猫，去令到那个猫很酷的对，但是猫的动作它们的发出的声音是有一些的我们讲磁铁力的或者吸引力，都可以令到孩子慢慢的话去接近它。难怪小孩子看到猫都爱逗弄它们。是，但我想应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些动物一定是要健康的一个情况之下，因为可能他们治疗的对象可能有些是小朋友，那可能小朋友的抵抗力并没有很强，所以动物 provider 他们一定是要健康的一个状况。对啊，是。那如果动物老了，像比较退化了，还可以当医生吗？都可以的，都可以。OK， 好，当然也要看着动物喜不喜欢小孩啊，因为小孩可能也有不喜欢动物，但是也有动物不喜欢小孩的。是，对，没错。那么基本上刚医生说博士说基本上所有动物都适合当医生，只是看个别状况需求嘛。那不过在比较常见的类型当中，能不能请博士给我们举例一下，比如说像猫狗、鱼、兔子还是乌龟等等的这些，可能是比较适合当这个医生的。基本上我们不算他们是一个医生，因为他们是需要我们这些专人在旁边是决定那个动物的用途到底是在哪一方面。如果是一个自闭小孩，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不会有一个眼神的交流，那我们就可能是用到动物这一块来给他们work on 他们的 concentration 跟那个 eye coordination。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分分钟可以用一条鱼都可以，对的。鱼怎样呢？看我们在那个鱼缸里游，然后就未必的。那如果我们讲最普遍的一个花罗汉就好了。所以花罗汉很自然，他们会跟着人的手去摆动的。那小孩子如果讲自闭症的小孩子，很多时候他们连指都不会做这件事的，他们就只是会拉着你的手过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要怎样令到他们会有那个 focus 在，去领导他们去动，然后动物跟着动的时候，那个吸引力就会在那里，那他们就会跟着了，那个就可以其中一个方法吧。所以一般上在治疗的时候是一位像您这样的专家，然后还有病人本身小孩，然后还有一只动物，然后那种治疗是会引导式的，可能这样的治疗大概多久啊？通常都是1小时到2小时之类，或者长一点的都有。但是我们也要根据那个小孩的情况，因为如果是用错的话，会令到他们会有这个hyperactivity的，就是比较会波动。
那这个balance 的这个 control 是很重要的。那我在想，如果是在马来西亚，就是可能我们整个大环境里头，好像以动物来治疗小朋友啊，或者是老年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普遍吗？马来西亚比较少，马来西亚这一块比较少。那外国方面你可以看到比较多，外国是通常哪个国家？美国啊、英国啊之类的，他们都比较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西方的教育文化，还是东方教育文化，还是有别的吧？比较是本地比较缺乏这一方面的在动物了解这一块的治疗师，然后还有怎样去利用动物，然后去帮助这些小孩。的方式比较少在马来西亚。是我们希望真的是可以有越来越多治疗师，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手段就不止一种了哈。对，当然我在想，肯定这些动物要经过特别的训练，才可以真正的成为所谓的医生呐。回来，那我们知道呢，动物也可以当小小的医生啊，就是提供一些陪伴啊，还有治疗的作用哈。那可是要怎么样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同样要请我们的专家，今天我们的邱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动物治疗有哪些步骤。步骤的话，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步骤，因为好像我刚才跟你们提到的，就是要根据那个小孩本身的那个情况。但是最主要的，我们如果是看感统失调这一方面的做法的话，我们会比较会针对这一方面来经手。怎样所谓的感统失调呢？基本上感统失调就是我们大脑跟身体的缺乏了的一个的那个连接，对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会导致到很多特殊小孩做不到很多普通小孩能做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拿杯子是第一个，因为基本上其实普通人来讲感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来的。单单说一粒苹果就好了单单认识一个苹果其实是包括了我们所有的五感的一个东西，你才可以懂得那个苹果是红色啊，它的味道啊，它的掉下去的感觉，它磨下去的那个所有的东西。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我们就是利用动物的一个方法去刺激人的大脑，然后从那里去令到他们做我们想要他们去做的一个东西。那怎么样动物的那个怎么样是刺激到我们的大脑有这个那个神经敏感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像他一开始讲的就是最重要的是那个 oxytocin 的那个部分，那个 oxytocin 本身来讲，就好像一个妈妈如果妈妈要给拖着孩子的时候要生孩子，他们也会产生很大的这个我们讲的 oxytocin 的这个东西。那如果有了这一个东西，用动物来提升这个，那去用动物来做一个推动力或者是一个吸引力，让到小孩子去做我们要他们做的东西。是，比如说自闭症的儿童好了，那自闭症的儿童他们通常跟外界没有什么沟通能力嘛，那在这方面的治疗可能会是怎么样子呢？这一块其实最主要好像就是感统的一个问题来的，因为他们不理解很多的这个社会到底是怎样去活动的。那如果是针对这一方面的话，最普遍我们开始做的如果是用动物一个比喻来讲很多小孩子他们是缺乏了那个爬的部分，然后就直接去走。那时候他们的感统就会有一点失调。那如果是针对比较大一点的小孩，当你2-3岁的时候，你不可能是叫他们再去爬回的。那如果是所以传统的一个做法的话，就是很强迫性的。就是要你做那个东西，可能要打要骂那样子。治疗师不会做这个不会打骂的人，他们只是比较会逼着去做的，就是推那我们如果用动物的一个做法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我是希望那个孩子去爬的话，我很简单的，我放一只兔子在一个跑的管道里面，孩子就会去追。这样子一来就可以增强孩子的肌肉能力，对不对？因为他去追的时候，他就把自己肌肉的力量锻炼起来。然后我们讲，如果爬的方面，其实可以帮到我们左脑跟右脑的一个发展吗？一个 crossover。
而且呢，就是它能跟小朋友玩跟小动物玩，就对啊社交能力也可以提升。沟通啊这些也会提升。那么我们发现，自闭症儿童常常就是他们眼睛是失焦的，他不会望着你或者望着物体。那这方面的训练又是怎么样？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可以是用鱼啊，或者是如果是用猫之类的话，传统的方式就是用一个laser pen，然后就叫那个小孩子望，但是这样子的话很缺乏那个吸引力，没什么乐趣，对啊，枯燥。所以如果是动物，它这样子的话，又扮演怎样的一个？我只需要有一只猫在，猫很自然，它们就会追那个灯。那如果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孩子的眼神就会跟着他们去动。就好像又跟猫一起玩，对，然后猫又跟那个灯一直追逐，可能他就是看着猫怎么做，然后他就从猫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学习，然后他也跟着一起做，对，是这样子吧？那个是其中一个吧。那刚才其实，在节目之前我们有谈到，就是其实马也可以作为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可是马我们通常会联想到马很高大，对，然后我们害怕孩子会被踩到或者摔下，这马的那个训练作用是怎样呢？这一方面就是我们动物治疗来做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了解到哪一匹马或者怎样去用一个马是适合去用的。那马的动作不是普通马都可以的，我们讲四步的马才会比较是适合。那如果是讲到马的方面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比较是专注是他们的肌肉的一个训练是手的肌肉吗？还是比较是下体下半身？可能就是骑马的时候那个动作。对啊，骑马我们会给他在马上面做很多不同的东西。那时候来讲，你除了下体的一个平衡，你还要弄到你的手跟脑的一个就是四肢的一个协调。所以可是我刚才看到医生的其中一张这个提示就说不放马鞍。为什么？因为不放马鞍的时候，那你就会更加需要直接的接触刺激，然后最主要是你要更加的小心不是你的平衡。你要做到更加的好，你才可以是在一个训练自己的能力吧，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其实小孩子其实不止小孩子，大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跟同一种动物久了，我们失去了它，我们会很难过。是啊。那这方面是不是治疗师会不会有特定的那个调节的方式？我们通常都不会给小孩有太依赖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当一个小孩是已经适合了用这个动物，然后我们就会换另外一种。真的是不停的一直要更新。对呀，但动物我们用的方式，我们都有整20多种不一样的，就可以有不同的动物训练，而且那时间的长度也由治疗师来控制。对呀。那通常来说，进行一个治疗，一周的这个治疗吧，大概是多长的时间？一天1小时，或者是最多会去到4个小时。可是我也很好奇，就是在训练动物的时候，怎么样让那动物乖乖听话呢？那个就是我们需要训练，很重要，是会赏它好吃的，类似这样吗？那个是其中一个办法。然后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自闭症儿童的治疗好了。对啊，我们说自闭症儿童其实他们虽然跟外界的接触不太好像不常，可是他们其实很敏感。这方面他为什么会这样？要怎么做呢？动物治疗，也是感统的一个问题吧。感觉的统一。对呀，有些孩子是比较是会过敏，但是有一些是比较是低敏。过敏的意思是说，他们可能碰到一些东西，比如说碰到毛茸茸的东西，好像猫狗他们有那个毛发，所以他们触碰到的时候，他们会害怕。对，会有这样的情况。都会有这样的情况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利用另外一个方式，就可能不带进宠物进来先，动物进来先，然后可能是开始是给他喜欢上某一个宠物，然后从慢慢才把那个真的宠物带进来。那这样子的时候，他们的接受力就会比较强一点。当然，如果是真的是太严重的话，是不能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用到是不给小孩跟动物接触的一个方式，或者动物就好像刚才讲鱼之类的东西去训练他们。训练哈。对，因为毕竟我在想，可能猫
猫啊、狗啊，突然他们那个狗可能情绪来的时候，可能它对着小朋友吠啊，然后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时候，那个情绪一上来，可能他们会很害怕，对，因为对有一些自闭症的儿童呢，他们就特别害怕很刺耳的声音。是，那这种训练要怎么训练？第一件事好像就是我们只要你可以解决到他的感统的这个失调的这个方面，其他的情况慢慢其实会减少的。这样通常博士您观察到自闭症儿童经过这些动物治疗之后，他们有哪些改善的部分呢？对，我开始讲的那四个，social 社交的能力，沟通的能力，然后感统的。然后还有肌肉的。如果以你的案例来看的话，他们需要治疗多久的时间之后，就可以很显著的看到他们的改善？这个没有一个肯定的，要看那个小孩的一个进度。对，比较快的情况，大概最短会到什么时候？我们试过3个月里面，从一个小孩是我们讲 severe autism 就是最严重的 autism 的level，然后带到他去追猫的，然后在3个月里面，他可以去上学了。哇，这好快哦，3个月。但是当然，好像我讲就是看那个小孩的情况。他是每一天进行治疗吗？大概每一天。是因为我们知道自闭症儿童有时候他们专注力不强，然后没什么耐心，那这方面是怎么去训练他呢？我们可以拿一只乌龟。乌龟？对啊，乌龟就可以帮到他们的那个耐心，动作很慢。对，他不会生气吗？那是看我们跟那个乌龟做的东西。那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动物在做的东西，是动物的本身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认知，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可能从动物身上学到了什么？因为最主要是动物是在那边是协助我们这些治疗师，我们治疗师会在对那给青蛙喂食也可以哦。青蛙也可以啊，因为你要一个青蛙吃的时候，它很多时候它会很久之间它才会接触你，然后喂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用到比较小的那个肌肉，就是手指的控制因为我们会教他们拿着那些虫之类的东西，但是是用筷子之类，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训到他们的手指的灵活度，很激烈的这个肌肉也是感统的部分，对感觉统一的部分。那是不是我也很好奇，治疗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把它都喂光是吗？是训练耐心的时候，是限制这位小朋友自闭症的小朋友一定要把它喂光？未必的，未必的。他这样讲，有时候是动作的一个动物他们的动作的时候会帮到这个小孩。OK， 好。那如果是在肢体上的话，通常给予的训练我们就知道可能是肌肉上的啦，四肢是包括的。那除了这之外，还会有什么呢？可能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眼睛这些五官上的都会有训练到吗？都会。所以动物治疗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它不是只是针对一方面的一个治疗。如果你是讲语言治疗他们只是针对语言。如果所以动物的话，我们同样时间我们是其实做是很多的一个治疗的。我们知道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利用刺猬来治疗小朋友自闭症的小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刺猬的话，感统是肯定。然后那个感觉，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想通过智慧的这个方面去教到这些小孩一个 social 的一个 understanding，就是他们了解那些不同的智慧，有些智慧他们你抓它上来，它会起完刺，那你就会被刺到。有一些比较好的，那你可以去碰进它。其实就是从动物上面，我们是教着小孩怎样去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跟交流对，有些人就是不能靠近，或者是有些人不可以是太大力，因为特别是小孩子很多时候他们不理解，他们喜欢推人喜欢但是通过这个动物的一个交流的话，那他们就会懂，我其实是要比较耐心一点，比较是小心一点。不同的动物其实有不同的一个方式去接触，不同的个性就像人一样要尊重，对吧？可是刺猬的话，不
担心可能它那个刺激来的话，可能会伤到小朋友吗？不会的，这个就是我们选的智慧的话，它不是它是那种小小个可爱的那种对吧？像刚才博士也说，用花罗汉啊这种鱼，除了训练小朋友的眼睛，还可以训练他的手指，算吗？手指也是那个他们的灵活动作啊，然后通过这个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他们一些instruction 去做的，所以他们也会比较会 take order，you know left right up down 这些所有的basic 的是指令这样子哈。哎，那其实想要询问一下邱博士，动物治疗在马来西亚其实多久？在马来西亚如果你是真正去做的话，有规模的，应该也不会是太久。如果是我们本身的话，我们也是少过1年的了。少过1年。对，那其实你们接着下来是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和宗旨？我们的最主要的宗旨其实有2个。第一个是我们是希望是可以 come up with 一个我们讲 DIY 的方式。那如果跟着这个方式的话，所有需要帮助的这些小孩，他们父母在家可以是跟着我们这一套的方式去帮助他们的小孩，因为现在在社会上很多小孩其实是没有能力啊，或者是缺乏时间啊去帮助这些小孩，所以你看到有些新闻是他们有时候是关起小孩之类的。那第二个目标呢？第二个是一个动物的游乐园这样吧，那个是给他们做工的一个地方，特殊小孩。通过乐园来给小朋友治疗。那如果我们有更多想要询问的管道呢，大家也可以参考以下这个电话，你们可以拨打电话011-101-40828，或者电邮到 Animals for Young。对，没错，就是可能你觉得你的孩子还是什么需要这一方面的援助的话，都可以联络。是，好，今天非常感谢邱博士，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动物真的可以治百病的哦。好，那我们这里就先休息一下吧，稍回来呢再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去领养动物，不弃养动物。